如果你也觉得自己看透了人性，但却越活越孤独，那这支影片就是你的潜意识在试图拉你一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活出了一种老僧入定般的通透？他们口中念着职场不过是利益交换，感情终究会消逝，看透了就没什么好难过的。你以为这是在纷乱世间寻得的避风港，但事实上这可能根本不是清醒，而是你的潜意识为你编织的一张更精密的网，让你困在过去的创伤中，不断重复着那种令人窒息的轮回。佛陀在《圆觉经》中曾留下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古老的秘密。当你开始给这个世界定性，当你觉得自己已经看破了某种丑陋的真相时，你其实正在亲手关上通往解脱的大门。你眼中的人性本恶或世态炎凉，在佛学看来，不过是我向语法值幻化出的焦虑投射。我们总以为看透了职场的 PUA， 识破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不再为任何感情上头，就是拿到了通往自由的入场券。但你没发现吗？这份清醒带给你的，并不是内心的轻盈，而是一种近乎干枯的冷漠。你变得越来越难以被感动，越来越难以建立深层的连结。你甚至在潜意识里提前给所有尚未发生的美好判了死刑。这就像是一个在暗夜中行走的人，因为害怕撞到墙，索性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世上根本没有路。这不是避开了障碍，这是放弃了行走。在古老的佛学教义中，这种状态被称为沉空守寂，是一种比执着于物质更难察觉，也更具毁灭性的精神陷阱。你以为你站在高处俯瞰众生，其实你只是把自己关进了一座名为通透的深渊。今天的这期内容不只是要拆穿有些人引以为傲的人间清醒，更是要带你穿过这层伪装，去看清那些被你称之为看破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不敢面对的恐惧与逃避。在我们正式开启这段探索之前，如果你渴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拥有一份不被冷漠裹挟的热情，能拥有真正的慈悲与定力，请在评论区留下愿我心如琉璃，内外明澈。这不只是一句祝福，更是一种对内在觉醒的诚挚召唤。当你打下这行字时，你与这份古老智慧的连结便已悄然启动。请保持你的好奇与警觉，因为接下来要揭示的真相，或许会让你发现，那份清醒正是囚禁你最久的枷锁。在距离喧嚣城市极远的一座深山古刹里，住着一位名叫行者的修行人。他并不是那种白发苍苍的老僧，相反，他年轻博学，对佛经文字倒背如流，更对世间的人情世故有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精准判断。在登山求教的信众眼里，行者是真正的人间清醒。曾有一位失恋的女子满脸泪痕地问他：师父，为什么我付出了全部，他还是背叛了我？行者头也不抬，一边修剪着枯萎的花枝，一边淡淡地说：因缘本空，情爱不过是多巴胺编织的幻象，你追求的是永恒，而这世间只有无常。看透了，也就没什么好哭的了。女子听后愣了许久，擦干眼泪走了。那一刻，她觉得行者充满了智慧，像一尊不可逾越的佛。行者也一直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早已入世升堂，看穿了名利的虚妄，识破了关系的伪善。他把生活简化到了极致，不与人深交，不参与任何可能带来情绪波动的事情。他常说，人心不可直视，事事皆有定数，最好的修行就是做个旁观者。直到有一年深秋，山里来了一个叫阿宽的男人。阿宽是个普通的木匠，
为了修缮古寺的偏殿，他得在山上住3个月。阿宽这个人在行者眼里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他会因为看到一只受伤的麻雀而忙活半天，会因为山下一封家书里的琐事笑逐颜开，甚至会因为一顿简单的清粥小菜而流露出孩子般的满足。行者看着阿宽，心生悲悯，他觉得阿宽还在执着的苦海里扑腾，于是决定点化他。有一天，行者站在偏殿的台阶上，看着正在挥汗如雨的阿宽，开口问道：阿宽，你在这山里修房子，想家吗？阿宽抹了一把汗，憨厚地笑了：想啊，师傅，想我那婆娘做的面，想孩子念书的声音。行者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慈悲的审判：想念就是苦的根源，你以为那是温暖，其实那是牵挂的枷锁。你把心寄托在别人身上，一旦他们变了，你的世界就塌了。你看透了吗？阿宽停下手里的活，有些困惑地看着行者：师父，我不太懂什么看透不看透，我只知道因为想他们，我觉得手里的锯子都有劲儿。要是心硬得像石头一样，看什么都透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行者轻笑一声，转身离去。他觉得阿宽无可救药，还陷在情执的陷阱里。可就在那个月圆之夜，变故突生，山后发生了小规模的泥石流。原本用来储存过冬粮草和阿宽修缮材料的库房，正处于崩塌的边缘。行者站在远处，看着摇摇欲坠的建筑，理智地计算着风险。他对自己说：成住坏空，这是自然规律。为了几根木头和口粮去冒险，不符合修行的智慧，随他去吧，这也是因果。然而他转头却看到阿宽像疯了一样往库房冲去。行者在大雨中喊道：阿宽，回来，那只是些身外之物，你不是看透了所有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吗？为了这些东西丢了命，值得吗？阿宽头也不回地吼了一句：里面有给山下孤儿院准备的过冬衣裳，还有我答应给儿子带回去的木雕。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这是我要做的事。行者愣在了原地，他看着阿宽在风雨中挣扎，看着那个男人被泥浆裹满全身，却依然死死护着那些所谓的身外之物。那一刻，行者一直以来坚固的认知出现了一道裂缝。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清醒是因为看破了世界的虚伪，所以选择闭上眼，不再受伤害。他以为自己站在岸上是智慧，却从未想过这种智慧其实是一种怯懦的躲避。他用一套完美的逻辑把自己武装得水火不侵，但他也同时失去了一项作为人类最宝贵的能力——投入。当阿宽气喘吁吁地拖着包裹回到安全地带，毫无形象地躺在泥地上大笑时，行者走过去，看着阿宽那张满是污泥却异常生动的脸，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行者问：阿宽，你明明知道这可能会让你丧命，你难道没有清醒的理智吗？阿宽喘着气说：师父，我的理智告诉我，如果我今天坐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被埋掉，我后半辈子哪怕活得再清醒，心也是死的。那种死比埋在泥巴里更难受。那个夜晚，行者失眠了。他坐在禅房里，看着供桌上的佛像，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阿宽的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所谓的清醒，其实是一场漫长的幻觉。他以为自己看透了人性的自私，所以不再信任；他以为自己看透了爱情的短暂，所以不再付出；他以为自己看透了职场的尔虞我诈，所以消极怠工。他把这种应激反应包装成了佛学智慧，以此来逃避失败的风险，逃避受伤的可能。他想起了佛学里的一个典故：一个人如果因为害怕杯子碎掉而一生都不用它喝水，那他拥有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杯子，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罐子。行者走到镜子前，看着镜中那个面无表情、眼神冰冷的自己，
他终于明白，他的人间清醒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闭。他并没有解脱，他只是在灵魂的周围砌起了一堵高墙，然后对着墙外的废墟说：看，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这种清醒何其傲慢，又何其可悲。他开始回想这些年，他用所谓的佛理劝退了多少寻求温暖的灵魂。他告诉别人要放下，其实是在教别人放弃。他告诉别人要随缘，其实是在教别人随便。他把佛法当成了他的手术刀，割掉了他所有对生命的热爱和感官，只剩下一副枯槁的骨架。在这个寂静的山野里，行者第一次放下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感。他走出禅房，走进阿宽休息的偏殿。阿宽已经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手里紧紧抓着那个给儿子的木雕。行者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他不再试图用任何逻辑去分析阿宽的行为，而是尝试去感受那种为了一个念头而拼命的震动，感受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鲁莽。他突然发现，那种在泥土里挣扎的姿态，竟然比他坐在蒲团上的样子更接近佛陀当年成道前在菩提树下与魔君对抗时的真实生命力。他一直追求的空，原来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容纳万物。他以前的清醒是死水的寂灭，而他现在才真正触碰到了活水的流转。第二天清晨，行者没有继续他那套云淡风轻的开示，他下山了。他去了一个喧闹的市集，看着那些为了几毛钱争吵的摊贩，看着那些在街头相拥的情侣，看着那些在生活的磨难中依然努力微笑的人们。他不再觉得这些人是迷途的众生，而是在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才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终于明白，真正的清醒从来不是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冷漠，而是在看清了所有的残缺之后，依然愿意伸出手去拥抱那个不完美的、喧嚣的，甚至会让自己受伤的人间。那一刻，山风吹过，行者那颗冷寂了多年的心，竟然隐隐地开始疼了。而这种疼痛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行者的下山，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醒的隐喻。当你听完阿宽的故事，是否也感到背后有一阵凉意？那种凉意来自于你一直引以为傲的看透。我们必须拨开这层名为清醒的洋葱，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潜意识轨迹。这陷阱的第一层，我管它叫防御性的预期管理。在佛学中，这叫做遍计所执性。意思是说，我们习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给未来编织一个虚假的定论。你常听人说，我早就看透男人了，没一个好东西，或者职场就是利益交换，千万别谈感情。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通透，特别有社会经验？但在心理学和佛学的交叉点来看，这根本不是洞察，而是创伤应激下的感官封闭。因为你曾经被伤害过，曾经被背叛过，那种痛太真实，太难以承受，所以你的潜意识为了保护你，开发出了一套最高级的防御机制，提前把世界判处死刑。只要我预设了所有人都会背叛我，那么当背叛真的发生时，我就可以优雅地摊摊手说，看吧，我就知道。你瞧，你赢了逻辑，却输了生命。你用这种预期管理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厚重的铠甲，你确实不再受伤了，但你也再也感受不到阳光的温度了。你提前拒绝了痛苦，也顺便阉割了快乐。这就是佛学里反复警示的二元对立。你把世界分成了安全的和危险的，把人分成了有价值的和虚伪的。这种清醒实际上是让你活得越来越狭窄。你不再是一个去体验生活的勇士，而是一个躲在厚厚玻璃罩后的观察员。你以为你在俯瞰众生，
其实你只是在囚禁自己。接着，我们进入陷阱的第二层，过度简化的本质论。很多人喜欢说，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私的，所有关系到最后都是价值交换。这种话在社交媒体上特别容易获得点赞，因为它给复杂的生命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出口。但这种清醒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它让你放弃了对生命复杂性的敬畏。如果人性只有自私，那你怎么解释那些在灾难面前挺身而出的陌生人？你怎么解释你母亲半夜起身为你掖好被角？你怎么解释那些二话不说就借钱给你渡过难关的朋友？这些行为背后的温度，如果用你的价值交换去衡量，到底值多少钱？你不是看透了，你是放弃了去感受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美好。在佛学里，这叫偏空。你掉进了空的极端，觉得万物皆虚，所以万物皆物。你拿了一把冰冷的名为现实的尺子去量所有人，结果你把那些最珍贵、最微弱、最具有神性的火苗全给吹灭了。这种清醒让你变得冰冷，让你在人群中像一个游魂。你识破了所有的套路，却也失去了入戏的能力。当一个人失去了入戏的勇气，他的清醒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慢性自杀。这种认知错误最可怕的后果是，它会形成一种确认偏误的恶性循环。因为你相信人性自私，你就会散发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因为你的冷漠，别人自然不会对你展露真心。于是你又拍着大腿说，看吧，我早说了，人都是自私的。你用你的清醒亲手创造了一个荒凉的世界，然后还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明白人。最后一层是最核心也最隐蔽的一层伪装，叫逃避责任。在佛学里，这叫做定业论的误用，或者说是对因果最消极的曲解。你一定听过这些听起来既清醒又无奈的话。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一个人能怎么办？原生家庭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些话语包裹着一层厚厚的人间烟火气，听起来像是看透了命运的残酷。但你仔细听，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极其精密的潜意识策略。这种策略的逻辑是，只要我看透了努力是没有用的，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平了。只要我看透了所有关系的虚伪，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孤僻了。你发现了吗？这种清醒其实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失败，为你的不作为，为你不敢去爱的怯懦找回来的一个最高级的奖杯。你不是在保护自己，你是在亲手把你的人生调成了旁观者模式。佛家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真正的因果不是让你认命，而是让你在看清因果后依然有转念的动力。但现代人的这种清醒往往是把因果当成了枷锁，而不是钥匙。你用一种上帝视角俯瞰自己的人生剧本，然后对自己说，反正结局都写好了，我就不用演了。这种状态在禅宗里被批评为死水不藏龙。你以为你得到了，其实你只是干枯了。你必须要警觉，这种看透是否已经成了你拒绝成长的防御机制。每当你面对挑战想要退缩时，你的脑子里会不会立刻跳出一个人间清醒的理由来安慰自己？如果你的清醒让你变得越来越消极，让你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建设性的冲动，那么这种清醒就是你潜意识里最大的谎言。那么到底该怎么区分你是真的大彻大悟，还是掉进了潜意识编织的防御陷阱？这不需要问别人，你只需要静下心来，诚实地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你的清醒是让你活得更开阔了，还是更狭窄了？真正的智慧，像佛经里说的心包太虚，它应该是能容纳万物的。如果你所谓的清醒
是让你能去理解那些即便在淤泥里挣扎的人，能去包容那些看起来不聪明的善良，那你是真的清醒。但如果你的清醒是让你看谁都觉得蠢，看什么都觉得假，让你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能打交道的人越来越窄，那这就是一种认知的自我闭锁。第二，你的清醒是让你更温暖了还是更冰冷了？佛陀被称为大医王，是因为他的觉醒带给众生的是慈悲，是治愈。真正的清醒是看透了苦难之后生出的一种想去减轻苦难的柔软。如果你所谓的清醒让你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带有一种我早就说过的冷酷优越感，那这就是佛法里最忌讳的智慧障。没有慈悲支撑的清醒，只是一种包装精美的恶意。第三，你真的能为这份清醒带来的孤独心甘情愿地买单吗？很多人嘴上说我看透了，孤独挺好，但深夜里刷着社交软件的焦虑，面对空荡房间的荒凉，却比谁都真实。如果你能像那些山中苦修的高僧一样，即便面对虚无也内心澄澈，那没问题。但如果你一边标榜清醒，一边又在内心深处渴望被理解，渴望温度，却又因为害怕受伤而推开一切，那你的孤独就不是一种修行，而是一场长期的自我折磨。很多人不敢问自己这3个问题，因为他们害怕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通透感，其实只是为了掩盖那一颗破碎，不敢再投入，不敢再认真的心。在佛学的语境下，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清醒比作一把剑，真正的清醒是用来斩断烦恼的，而虚假的清醒则是用来砍断连接的。当你把生命中所有的连接都砍断了，你确实不会再被牵连，但也再没有了生机。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情感隔离，在佛学上则被视为堕入外道。既然看穿了假性清醒的防御机制，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清醒？佛学里有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意象，叫做火中生莲。在熊熊烈火中，莲花不仅没有被焚毁，反而开得更加妖艳夺目。这便是真清醒的写照。它不是避开烈火躲进阴冷的深渊，而是在看清了烈火的炙热与毁灭性后，依然选择在其中绽放。真正的清醒从来不是站在岸边嘲笑那些在水里扑腾的人，谁不知道水冷，谁不知道浪急？站在高处指点江山，用一套冷冰冰的逻辑去解构他人的挣扎，那叫傲慢，不叫通透。真正的清醒是，你明明知道这池水透骨凉，明明知道前方的风浪大到可能让你游不到对岸，但你看着对岸那一点点微弱的人性光芒，或者仅仅是为了完成生命对你的托付，你还能平静地脱下外套，纵身一跃。有一句话，我希望你此刻能停下来，认真地在脑海里过一遍，去感受它的深意。这句话叫做：岸上的枯坐比水里的挣扎更接近死亡。很多标榜人间清醒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在岸上枯坐的人。他们因为害怕溺水，所以拒绝下水；因为害怕背叛，所以拒绝深爱；因为害怕失败，所以拒绝尝试。他们在岸上评论着水里的姿势美不美，嘲笑着溺水者的狼狈，觉得自己掌握了生命的终极真理。但在佛法的眼中，这种枯坐是无际空，是没有任何生命活力的死寂。水里的挣扎虽然痛苦，虽然看起来姿势笨拙，但那是活生生的热气腾腾的生命力。那种挣扎中迸发出的对生存的渴望，对美好的执着，才是最接近佛性的时刻。维摩诘经说，烦恼即菩提，这不是让你去沉溺烦恼，而是告诉你，觉醒的种子只能在烦恼的土壤里发芽。
如果你把所有的烦恼都看透了、舍弃了、隔离了，那你同时也舍弃了觉悟的机会。真正的清醒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它不是让你变成一块没有感觉的石头，而是让你变成一面镜子。镜子映照万物，它看得到丑陋，也看得到美丽；它感受得到痛苦，也感受得到喜悦。但镜子本身不会因为照到了丑陋就碎裂，也不会因为照到了美丽就沉沦。这种清醒带给你的不是冷漠，而是极度的入世的慈悲。当你真正清醒时，你不再会被职场的 PUA 激怒，不是因为你心死了，而是因为你看清了那个施加 PUA 的人本身也是一个被恐惧和贪婪囚禁的可怜虫。你不再会被感情的消逝击垮，不是因为你不再爱了，而是因为你明白了缘分的生灭本就如云聚云散。你在拥有时倾尽全力，在失去时便能无愧于心。这种清醒是给你穿上了一层透明的铠甲，这层铠甲不是为了把你隔绝在世界之外，而是为了让你在被世界碰撞、被误解、被伤害时，依然有底气对自己说：我允许这一切发生，但我依然选择认真生活。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受伤，也允许自己热烈，它会彻底改变你的思维模式。以前你可能觉得，既然努力没用，那我就不努力了。现在你会觉得，即便结果不可控，但我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我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雕刻。以前你可能觉得，既然人性自私，那我就不付出了。现在你会觉得，正因为人性有阴暗面，我那一点点坚持的善意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像黑夜里的萤火一样有价值。这种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会让你变得非常有力量。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容易被那种虚无感侵蚀，因为你不再追求一个完美的、纯净的世界，你接受了这个世界的破碎与混乱。你在混乱中建立自己的秩序，在无常中寻找自己的恒常。清醒是铠甲，但它更是底气。它让你不再因为害怕受伤就拒绝投入，不再因为看破一切就躺平旁观。就像佛陀在成道后，并没有留在菩提树下享受永恒的寂静，而是穿上草鞋，走入满是尘埃的世间，去面对质疑，面对诋毁，面对各种各样的琐事。那才是真正的伟大的清醒。当你拥有了这种清醒，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开始变质了，从以前的互相消耗、互相提防，变成了互相看见、互相成全。因为你不再要求对方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你接纳了他的软弱和局限，这种接纳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疗愈力量。你的自我价值感也不再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之上，因为你已经看透了名誉的虚幻。你只在乎每一个当下，你是否真实的活过，是否认真的爱过，这才是活着最本真的模样。不要再被那种冷漠的通透欺骗了。我们在这场关于清醒的迷雾中走了这么久，最后想送给你一个关于缝隙的思考。佛学中常说，烦恼暗宅，光能破之。很多人以为这道光必须来自某种石破天惊的大彻大悟，但事实是，这道光往往是从你那看似完美的清醒铠甲碎裂后的缝隙里钻出来的。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无坚不摧，看透一切，那你的世界其实是全黑的，因为没有缝隙，光就进不来。所以，请不要再为自己的不完美感到焦虑，也不要再为自己偶尔的上头或感性感到羞耻。那恰恰说明你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你还没有被那股冰冷的名为看透的荒流彻底吞噬。在这个人人标榜人间清醒的时代，敢于承认自己依然会被感动，依然愿意信任，依然会对这个世界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才是最高级的叛逆，也是最深沉的智慧。生命不是用来看透的，生命是用来体验的。
如果你这一生只是为了躲避痛苦而活，那当你走到终点时，你会发现你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你只是在那座名为安全的牢笼里做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冷板凳。我想再次邀请你思考那个问题：岸上的枯坐真的比水里的挣扎更接近安稳吗？佛陀在涅槃前曾对弟子说：自依止，法依止，莫亦依止。意思是你要成为自己的光，要依循真理而行，不要依赖外界。而此刻我要告诉你，那道光不在冷冰冰的逻辑里，而在你那颗即使看清了世界真相，却依然愿意为之跳动的心里。当你允许自己受伤，你也同时获得了治愈他人的能力。当你允许自己热烈，你也同时点燃了周围世界的荒凉。别再用我看透了来当作你退缩的挡箭牌，去爱吧。即使知道可能会分手，去努力吧；即使知道可能会失败，去投入吧；即使知道这世间万物终将归于尘土，因为在那一刻，你不是在对抗无常，你是在无常中创造了属于你的永恒的意义。如果你在听完这段话的这一刻，内心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悸动，或者那种冰冷的墙壁产生了一丝裂痕，那么恭喜你，你的潜意识已经接到了这份跨越千年的求救信号。非常感谢你愿意陪我走到这里。如果这段内容让你产生了一丝共鸣，或者让你对清醒有了全新的理解，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订阅。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为这世间多点燃一盏智慧的灯。也请你将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看起来太通透而显得孤单的朋友，或许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一个出口。在评论区留下你此时此刻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无论是什么，那都是你生命真实跳动的声音。愿我们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满怀热忱，依然能随喜赞叹。在这滚滚红尘中，愿你我都能修成那一朵火中不败的莲。